大家好，我是 Jermaine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 Jermaine 开箱去。今天要各位带来的这支影片非常的实用哦，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我长时间使用曲面萤幕下来的心得，然后呢跟大家讲说，如果最近大家要买萤幕，然后想要选曲面的话，在规格上有哪些地方要注意，然后不同的预算可以选择到什么样子等级的曲面萤幕。那在画面中大家看到的旁边这一台呢，就是三星的曲面萤幕，这一台是21:9的。然后来到了34寸，它的产品名是 C34J79。那其实除了三星有出曲面萤幕，其实其他各大厂也都有出曲面萤幕，包括了像是华硕啊、微星啊、Acer、技嘉、AOC、飞利浦等等的，他们都有出曲面萤幕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觉得曲面萤幕在这4-5年来是越来越主流了。然后呢，其实它的价格带也越来越甜。那先来跟大家聊一下，说我这2年使用曲面萤幕下来的心得。我自己使用的那一台呢是三星的那台49寸32:9，非常非常宽的那一台曲面萤幕。也因此，在前一阵子三星曲面论坛邀请我去分享对于曲面萤幕的心得跟看法。在演讲内容中呢，我也聊到更宽跟更弯的曲面萤幕绝对是未来高阶萤幕的发展趋势。那我真的是很喜欢使用曲面萤幕，因为第一点，它的沉浸感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这很直观嘛，就是我人坐在萤幕前面，它整个萤幕就是环绕着你的，所以不管是在玩游戏啊、看影片啊，甚至在多工上，它这个沉浸感很好。那如果曲面萤幕再搭配一个超宽的比例，例如正常的萤幕是16:9嘛，如果像这台是到21:9，或者我那一台更浮夸的32:9的话，它在多工使用上，包括了在影音多媒体的编辑上，那个轨道可以拉到非常非常的长，而且曲面萤幕在长时间使用上，其实真的对于眼睛、对于脖子是比较不疲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萤幕是围绕着你的，所以相较之下，如果你的尺寸拉到比较高，平面的萤幕你要看角落资讯，你稍微脖子还是要转一下，眼珠子还是要转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是用曲面的话，你转的那个幅度就可以变得比较小一点点。那其实我觉得近年来文明病就是很多脊椎啊、脖子的一些文明病，我们都在追求人体工学椅啊、人体工学的桌子。那我觉得萤幕如果可以符合人体工学的话，对于长时间的使用也是有帮助的。所以我觉得曲面萤幕的优点是真的蛮多的。那如果真的要讲缺点的话，早期大家对于曲面萤幕会有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比较贵。那当然其实现在也是啦，我觉得一样的规格之下，曲面萤幕理论上都还是会比平板萤幕可能贵一些，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价格的落差已经没有到那么大了。我待会会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。那讲完曲面萤幕的优点之后呢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子的快速看懂曲面萤幕的规格。毕竟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网拍上面打开来，它的规格表各种数字，不见得大家全部都看得懂。首先，我觉得大家大部分都知道的应该就是尺寸了。像画面中我旁边的这一台就是34寸，目前市面上主流电脑所使用的曲面萤幕呢，大约是32到35寸，这个价格大概是比较甜一点点的。那像这一台就是21:9 34寸，那基本上就是尺寸越大，萤幕越大，这个很直观。那除了尺寸之外，曲面萤幕在挑选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规格，就是比例。目前主流大家最习惯的平面萤幕都是16:9。那曲面萤幕也有很多做16:9，如果你的预算比较低的话，也是可以选16:9的曲面萤幕，但是它的环绕的沉浸感就没那么好。那因为它的这个比例相对的没有那么宽，那我会比较推荐曲面萤幕至少要21:9，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。越宽除了沉浸感越好之外，前面我有提到，就是越宽的萤幕，它在多工上，如果你当一个主萤幕使用的话，它的那个可编辑区域啊，那个轨道就可以拉得越长，或者是你开 Excel 表格，它那个表格数就可以拉得越多。那除了萤幕比例之外，曲面萤幕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，那就是曲度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说这个萤幕弯曲的程度，曲率。早期呢，曲面萤幕刚出来，大约4-5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去看曲面萤幕就觉得，哦，的确萤幕有弯曲，但是沉浸感还有这个震撼的感觉并没有到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早期的曲面萤幕它的曲度大概是3000R 到4000R。那3000R 是什么意思呢？举例哦，就是以我为中心，然后半径3公尺，画一个圆，那个圆的弧度裁切下来，然后做成一个萤幕，就叫做3000R，它曲度是3000R。所以呢，如果是4000R，顾名思义就是以我4公尺，然后我画一个圆裁下来，
的一个萤幕就是4000R，所以曲率这个数字就是越小越好的，所以3000R 比4000R 来得好，1800R 比3000R 来得更好，因为它更弯，沉浸感会更好。那目前主流的曲面萤幕大概是1800R 到2000R 左右，像我旁边的这一台就是1800R。那我待会举例的其他品牌的一些，我建议大家可以买的曲面萤幕呢，也大约都是在1800R 左右。而比较特别的是，当时我在三星曲面论坛的 Demo Room 中看到了最新的1000R 曲面萤幕，非常的震撼跟吸引人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以自己为中心半径1公尺的圆，曲度是多少？沉浸感的表现极佳。而且我觉得1000R 可能是最符合人体工学的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办公桌就是这边放键盘，然后我们双手。左手键盘，右手滑鼠，然后再加上椅子的位置，我们距离萤幕大概就是可能80公分到1公尺，所以1000R 它真的就是完全的依照这个距离在覆盖着你。所以总结一下，曲面萤幕在挑选上，我觉得最重要的3个点就是尺寸、比例，然后呢还有曲度。那这3个点你都挑到你想要的之后呢，接下来还有一些本来萤幕上你就要注意的，包括了它的对比啊，它的萤幕的更新率啊，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价钱，还有它的这个色彩覆盖的这个程度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会依照不同的价格带来跟大家讲说，大概可以买到什么样子的曲面萤幕，然后有没有推荐可以购买的。首先要讲的是台币1万内能不能够买到曲面萤幕。有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觉得说曲面萤幕很贵，随便都要上万，但其实在今年曲面萤幕的价格已经跌破万了。那在1万内，我查了一下，目前台湾市场可以买到大约是27寸到32寸的曲面萤幕，然后曲度也不错哦，大概也有到1800R。但是这个价格带你能够买到的曲面萤幕呢，就是16:9，它没办法到非常宽，没有办法到21:9。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主萤幕，然后16:9要玩电竞或者是看电影的话，它更新率绝对是够用的。那解析度呢，就是标准的 Full HD。那接下来我们把预算拉高5000块，1万到1万5，能够买到怎么样子的曲面萤幕？那这个价格带可以买到的曲面萤幕当然是更多了，而且是尺寸也变大。这个价格带可以买到大约32寸到34寸的曲面萤幕，而且在这个价格带除了尺寸更大之外呢，甚至有一些21:9的曲面萤幕，它价格是压在15000之内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非常宽，就是我讲的21:9搭配曲面萤幕那种很好的沉浸感的话，可以把预算稍微的拉高到15000元内。紧接着，如果我们把预算再加5000，1万5到2万，可以买到怎样子的曲面萤幕呢？这个价格带的曲面萤幕就开始进入到电竞等级了。那当然，电竞等级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，但是通常电竞等级它的外观会比较酷炫一点点，你会看到一些红黑配色啊，甚至有的还会有 RGB 灯条。但通常电竞等级的萤幕，它更新率都会在144赫兹以上，甚至有的厂商会推出更高的更新率。那1万5到2万这个价格带，如果你不买电竞等级的话，你的尺寸也可以拉到比较大，例如35寸到38寸的曲面萤幕，然后当然也可以选择到21:9。而且这个价格带，如果你是比较追求解析度的人的话，它的解析度是可以到3440×1440。接下来，如果我们把预算拉到2万到3万，各位一个萤幕2万到3万，当然是要买到很顶了啊。那2万到3万呢，除了前面讲的16:9、21:9的比例之外呢，这个价格带也开始可以买到一些非常浮夸的32:9，也就是我自己目前正在使用的萤幕的那个比例。那32:9这个萤幕的好处呢，就是它除了沉浸感很好之外，它可以无缝的从正中央对切变成2个16:9的萤幕，它在多工处理上非常的好用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就是你平常都会使用双萤幕的人，但是双萤幕你再怎么样拼，它的边框再怎么样的窄，2个萤幕中间一定都还是会有黑条，而且还会有中间的一些缝隙嘛。但用32:9的萤幕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无缝的双萤幕多工使用。那这样子除了在双萤幕工作上啊效率很高之外呢，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家机，一机萤幕接 PS4 接 Xbox， 一机萤幕是接 PC 的讯号，所以你可以边玩家机，然后边想到的时候就用 PC 回一下别人讯息啊，或是看一下股票的状态啊什么等等的。所以32:9在多工上的这个优势又会比21:9更加强大。如果你是预算抓到2万到3万的话，绝对可以买到这样子等级的萤幕。像 Acer 的这一台 EI491CRP， 它的定价是台币约2万6，然后49寸32:9。
然后萤幕更新率也来到了144赫兹。那你可以看那个解析度，3840×1080，它就是完美的可以切成2个1920×1080。那如果这个价格带不追求非常宽32:9的萤幕，我们选择的是21:9的曲面萤幕的话，也可以买到非常高阶的电竞等级的萤幕。例如 MSI 的 MPG 341 CQR， 它的比例是21:9，那价格是29900。那它的解析度，你看它来到了3440×1440，所以它就是比一般的 Full HD 拉得更宽21:9，然后解析度也来得更好。然后呢，更新率也有144赫兹哦。那最后，如果你是非常狂热的玩家，一个电脑萤幕你可以花到3万、4万、5万，甚至无上限的人的话呢，可以买到什么样子的萤幕？那当然一样就是非常推荐买32:9。虽然32:9的萤幕有些是卖26000多，但是如果你要追求对比度很好啊，色彩表现很漂亮的话，还是大部分都会到3、4万左右。像我那一台当初定价就是台币4万5，所以超过台币3万这个价格带，除了可以买到32:9之外呢，你就可以开始追求它的色域覆盖啊，追求它的这个对比度。那其实目前主流的曲面萤幕，如果你要比较取的话，1800R、2000R。主流都还是 VA 面板，现在顶级的 VA 面板，它的这个色域覆盖也可以做到非常好。像我前一阵子看到 ASUS 发表了一台非常顶级的这个萤幕，叫做 XG43VQ。那它是32:10，它的比例不是32:9，是32:10，算是非常的稀有。那解析度来到了3840×1200，然后它是120赫兹的更新率。那比较厉害的是，它的 sRGB 来到了125%的覆盖，然后 P3 色域也达到了高达90%的覆盖。所以这样子的萤幕，除了电竞的用途之外呢，它拿来做一些多媒体的多工也是 OK 的，因为它色域覆盖已经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范围。以上就是我简单推荐在5个不同的价格带，你在挑选曲面萤幕上可以注意的一些规格，还有一些细节。那我问了一下他们说1000R 的萤幕什么时候会量产？他们说预计是明年的第1季到第2季左右，也就是明年的可能3、4月。那大家可以关注看看。当然，我相信1000R 的萤幕，当然它的一开始的售价一定会比较高，但是就觉得说哇，那个沉浸感又跟1800R 完全的不一样哦。当时我看到真的是非常的震撼，然后就让我想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，叫做艾西莫夫。然后艾西莫夫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，叫做“足够先进的科技无异于魔法”。那我看到1000R 的萤幕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这跟魔法一样啊，好像我活在未来的感觉，我看到很科幻的东西，真的会很兴奋。所以必须老实跟大家讲，到时候如果1000R 的萤幕一出，我一定会买，不管是厂商送我还是我自己买，反正我一定会去弄到一台，到时候再开箱给大家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大家如果对于曲面萤幕有不同的看法，或者是有任何疑惑的话，也欢迎留言问我，我知道的话呢，就尽可能的给大家解答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